请各位替我做个见证。宁安侯世子齐涉失信在前，大婚之日6礼未成，便逼着我答应他的入府为平妻，甚至还未婚先孕，珠胎暗结。齐世子既然早与他两心相悦，我沈南之便成人之美，退了这门亲事，从此与宁安侯府再无半分瓜葛。沈南之，你敢！抬嫁妆回沈家。这宁安侯世子也太欺负人了。是啊，新娘子临进门了，说要娶平喜，这不是欺负沈家吗？这宋灵儿不是寄居在侯府的吗？怎么竟大了肚子？快拦住她！大不了先哄她做正事，灵儿做妾，等她嫁进门了，还不是任我们摆布？哼！沈南之，齐胜，你失信在前，现在还要强抢民女，天子脚下，难道你就不怕吃罪吗？沈南之，就算你嫁到谁家，都难免三妻四妾，你何必在这里装腔作势？果真是商女出身。姐姐何必动怒？胜哥为什么要娶我？难道姐姐不知道吗？若不是姐姐身子有损不能生养，表哥也不会为了你的名声一直瞒着。难不成你想让侯府绝宿吗？我怀了胜哥的骨肉，到时候生下嫡长子，侯府有了香火，姐姐这个夫人才当得安心，不是吗？小姐寒气入体，伤了根本，日后生养怕是有些艰难。我不是有意透露给他的，我只是说让他多生几个孩子，到时候也可过继给你一个。我娶她进门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如若你愿意，灵儿说了，愿意将她生的长子记到你的名下，认你做嫡母，可好？你们宁安侯府真是好手段，早知你是这样的负心人，当年我就该让你淹死在江里。你真是让我恶心至极。南之，你别胡闹。起轿，回家。这是怎么了？娘亲要给女儿做主啊！宁安侯府欺人太甚。好一个宁安侯！既然如此，这门亲事便作罢吧。日后宁安侯世子的事与我们沈家再无干系，各位也不必看在我的面子上与他方便。哼，胜儿，妈绝不许你上沈家去哄那个沈南之，以为嫁妆丰厚便想拿捏我们侯府。呸！我要让他知道，商女在世家高门里只配做妾，让她做平妾都是给沈家面子。等你父亲回来，便上门去问罪。到时他若不把嫁妆翻倍，休想再进我们宁安侯府的大门。夫君，姐姐不能生养，这消息已经传了出去，日后谁会娶她？她除了嫁给你，别无去处。婆婆说的对，等她几日，杀她的性子，让她知道夫君才是她的天。蠢货！我好不容易为宁安侯府筹谋到这门婚事，你居然给我搞砸了！父亲，侯爷，你为什么打胜儿？那个沈南之不尊长辈，不从夫君，毫无贤淑的样子，进来做妾都是抬举了他。闭嘴！慈母多败儿！你以为沈家是软柿子？皇商，沈家的姑奶奶可是圣上新晋的贵妃，只要圣儿娶了她，他日平步青云，指日可待。她是商女。你不要再给我提商女二字，她可是你儿子的救命恩人，让救命恩人做妾，侯府的脸还要不要？你们母子马上去赔礼道歉，把人求回来，把那个宋灵儿也带上，告诉沈家她不过是个妾室。南之，都是我的错，
我来给你赔罪了。南芝啊，圣儿那日喝醉了，才做了糊涂事儿，他受了刺激，大病一场，昨日才好些，便来向你赔罪。南芝，你放心，那宋灵儿已贬为妾了，她绝不会越过你去。姐姐，妹妹以后必定以你为尊，不敢再僭越。我沈家嫡女是你们想娶就娶，想不要就不要的。来人，把这些东西全给我扔出去，把他们也请出去。我们可是低声下气来道歉的，你们也该见好就收。一个商户女又不能生养，我们给她正式的名分，都是看在娘娘的面子上，你们可别给脸不要脸。娘亲，你今日怎么不陪猪猪？他叫你什么？娘亲，贱人，你敢背着我偷人！好你个沈南芝，瞒着我们侯府生孩子，竟然都这么大了，你这样的人是要抓起来的。圣儿，委屈你了，这种女儿进侯府做个通房也罢了，你们这是骗婚。来人，把沈南芝和这一起抓起来，给我抓住他们！谁要将本王的女儿抓起？沈南芝，你就是和这个男人生的孩子。好啊，快来人，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我抓起来！今日不把你沉了堂，我齐家都丢不要血人！放肆！怎么还不动手？沈南芝，我原想跟你留些体面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。如果不是我们突然登门，只怕还发现不了你的丑事。大家快来看看啊！沈家养出这种女儿，背着未婚夫生了私生女，嘿，就这种货色还想嫁入我们齐家，做梦！姐姐，你怎么能背叛夫君做这种事来？你让世子的脸往哪儿放啊？猪猪不怕，那个孩子叫他娘亲，证据确凿。大家说这种人是不是要抓起来？长这么大还第一次见到人说要将本王抓起来，倒是新鲜。王爷，此事不得说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侯爷来了，有侯爷在，还怕他们翻了天不成？把他们绑起来游街去！殿下，我家夫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殿下恕罪。快跪下请罪！这是鹰王殿下。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啊！宁安侯府好大的威风，本王今日可算是见识到了。侯爷也该好好教导一下自己的夫人和儿子，免得今后闯下大祸，不好收场。臣知错了，臣回府一定好好教训他们。今日惊扰了沈小姐，你们要好好向她赔罪才是，免得坏了她的名声。本王怕你们吃罪不起。臣妇知道了，马上叫人备上重礼，负荆请罪。南芝，都是伯母不好，求娶心切才说错了话，你饶了我们。当不得夫人这句求娶心切，我与世子的婚约早已取消，沈家与齐家再无瓜葛。夫人和世子请回吧。爹爹，他们是坏人，猪猪不喜欢。郡主都说了不愿意看见你们，还不快滚！将这些变卖了，明日起在府外施粥5日，救济一些穷苦之人，也算宁安侯府做了件好事。沈大小姐真是活菩萨呀，人美心善，比那宁安侯府强多了。不愧是沈家女，爱妃，你的侄女真是不错，好教养。臣妾的侄女自然是好的，只可惜啊，碰上了齐家这样的无赖。嫂嫂入宫还向我哭诉忧心难治的婚事，要不是咱们燕儿年方12，不然将我这个侄女娶进门来，哥哥嫂嫂也不怕别人欺负她了。朕知道你只有这一个侄女，担心她商女的身份讨不到好的婚事。来人，赐沈家千金沈南菊玉如1磅1璧，珍珠1货，封为名医县主，以示家长。南芝，我在家闭门思过，已知道错了。娘准备将宋灵儿送到庄子上去，她生的孩子也会过继出，绝不会碍你的眼。只要你点头，我明日便重新来下聘。如今你是名医县主，与宁安侯府门当户对，我父母想必不会再反对。齐世子，你觉得我与宁安侯府门当户对，可是我却不认为你与我门当户对。你未成亲便有妾室，还有庶长子，我堂堂县主
为何要委屈自己？这种亲事，我沈家可看不上。沈南芝，你不愿意嫁我，不过是因为攀上了鹰王。你嫁鹰王，不也是给别人做继母吗？你虽当了县主，却仍是商户出身。你以为鹰王会娶你？别做梦了，他最多不过是纳你为妾。一个低贱的商户也想攀入皇家，除了我，整个京城再无人肯娶你。本王何曾说过要娶沈小姐为侧室？宁安侯世子好大的口气，你难道不知他自与你退婚后，岸上的婚帖都快堆不下了？也不是人人都如宁安侯府一般有眼无珠。沈大小姐名门闺秀，贤良淑德，本王对她一见倾心，已经告知皇祖母与皇伯父，只要沈小姐点头，立刻便可赐下婚事。鹰皇殿下，可是沈南芝出身低贱，您怎么会愿意娶她？您可能还不知道，她身子受损，不能生养。齐世子慎言，沈小姐是为了救你而伤了身子，你不但不懂感恩，反而以此要挟自己的恩人。像你这种小人，也配袭长爵位？一个大男人如此作为，实在让人不齿。沈大小姐，珍珠一早闹着要来寻你，今日又要麻烦你了。娘亲，父王说今日带我们去百味楼吃10星的菊花宴，里面有菊花糕，还有菊花豆。我知道，因为百味楼就是我开的呀。还有，珍珠，不可以再叫我娘亲，今后你父王会给你找一个真正的娘亲，只有高门贵女才能做你的母亲。谁说的？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已向你双亲提了求娶之意，如今只等你点头罢了。珍珠可喜欢沈小姐做娘亲？她就是珍珠的娘亲。可是大夫说过我的身子恐怕不好生养。我不在乎这些，子嗣之事都是天意，何况我们还有珍珠。你若愿意嫁我，成亲后，我便带你去江南封地，远离这些是非。娘亲，娘亲，你不喜欢珍珠吗？好，我愿意做珍珠的娘亲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闻皇商沈氏之女南芝贤淑端慧，品貌出众，特封为县主，并赐婚于英王为正妃，则即日完婚，钦此。臣谢主隆恩。大内的账还没还清，家里的产业都典当的差不多了，怎么还有外头店铺的账单？启禀侯爷，这都是夫人和世子夫人在外面买东西赊下的账，到了月底都来要账了。这百味楼还有锦绣阁的账单哪里来的？以往我们去做衣裙、买首饰、吃饭，从未有过账单。那些掌柜的说，以前是因为沈小姐和世子定了亲，沈小姐发了话，宁安侯府的人去买东西一律不收钱。如今他们小姐既然和宁安侯府再无瓜葛，这银子自然是要收的。他们还拿了前面2年的账单，说一共3万两，要宁安侯府还钱，1个月内若还不上，沈小姐就要告到衙门去。假的，这都是假的！沈家那个贱人想敲诈我们！来人，把这个狗仗人势的东西给我打出去！侯夫人息怒，这账单上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哪年哪月哪日，夫人您在锦绣阁订了哪几身衣裳，小到一瓶根茎都记录在册。若有出入，尽可以去铺件里对质。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东西我们收下了，你回去吧。侯爷，我家老爷吩咐了，1个月后银子若未到账，沈家与侯府的情分便算彻底尽了。届时京筑的状纸还有英王殿下那边恐怕都不太好看。侯爷是明白人，还请三思。岂有此理！一个商话竟敢如此欺辱我侯府！侯爷，你就任由他们这么猖狂？沈南芝他是要逼死我们啊！3万两，3万两！福伯，去打开府库，把所有能动的银子都清点出来，快去！是，侯爷。侯爷，府里已经空了。夫人这几年的开销，世子爷在外头的应酬，还有您收藏古玉的雅号，早就入不敷出了。怎么样，侯爷？府库里的银子够不够？够什么？府库都被你和你那个好儿子搬空了，你告诉我拿什么去够？我怎么会知道？
我当家主母，操持偌大一个侯府，哪样不要花钱？迎来送往，不要体面了吗？你的体面就是每月花上1000两银子办茶会攀比，他的结交就是去赌场1掷千金，这就是你们母子挣回来的体面。那钱呢？家里的钱到底都去哪儿了？还不是被你和你的好儿子挥霍掉了。你滚过来，去把你那些称兄道弟的狐朋狗友都找来，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这笔钱给我凑出来。齐世子，我家公子正在会客，请您稍后。哎呀，齐兄，实在对不住，让你久等了。无妨，我今日前来是有一事相求，家庄生意周转不灵，想请贤弟周补一二。齐兄，不是兄弟不帮你，实在是我家在江南的几处田庄遭了水灾，府里用度都一再缩减，有心无力啊。齐兄，你莫不是疯了？如今谁不知道沈家大小姐即将成为燕王正妃？你这时候得罪了沈家，谁还敢跟你沾边？借钱给你，我怕我爹的官帽子都保不住。我劝你一句，赶紧想办法把钱还上，磕头认错，兴许还能留条活路。盛儿，怎么样？借到多少？没有，1文钱都没有，他们都躲着我，像躲着一条狗。怎么会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？盛哥，你回来了。扫把星，都是你！如果不怎么会和沈南之退婚，宁安侯府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你这个祸害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！事到如今，谩骂和推卸责任都无济于事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我有一个办法，或许能让沈家投鼠忌器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们是侯府，是100年亲贵，他沈南之不过是个浑身铜皱的商户之女，我们跟他斗钱是自取其辱，可若是斗名声、斗圣上的观感、斗朝堂的法度呢？沈家是皇商，这是荣耀，也是枷锁。荣耀背后必然有见不得光的勾当，偷税漏税、以次充好、勾结地方官员，随便哪一条，只要捅到朝堂上，都够他们沈家喝一壶的。你的意思是？只要我们在朝堂上发难，将事情闹大，沈家为求子报，必然会主动上门求和。到那时，别说区区3万两债务，他们还得反过来求着我们。表哥，这才是我们贵族的立身之本啊！釜底抽薪，好一招釜底抽薪！可是弹劾皇上非同小可，需要证据，更需要有分量的言官出面。证据可以找，言官可以买，只要银子到位，总有那么些自诩清流的御史愿意为国除害。就该这么办！我早就说过，那些商贾人家根子就是脏的，赚的每1文钱都不干净。我们这是替天行道。我这里还有些压箱底的私房，盛儿都拿去，务必找个可靠的人，一定要一击致命，让沈家再无翻身之日。王大人，这里是晚上孝敬您的，信封里是沈家偷漏税款、以次充好的罪证，还请大人为国为民主持公道。世子放心，沈家身为皇商，不只感念皇恩，竟敢行此欺君罔上之事，实乃国之蛀虫。本官身为言官，识君之路，必当忠君之事。明日早朝，我定会奏明圣上，彻查此事，还天下一个公道。成了。王御史已经答应，明日早朝便会当庭弹劾沈家。母亲、灵儿，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明日
且看沈家如何身败名裂！臣有本启奏，臣要弹劾皇商沈家欺君罔上，罪不容赦。王爱卿，所奏何事？讲。启禀陛下，臣查的多方证据，证实沈家多年来偷漏巨额税款，更在供给宫中及边军的物资中以次充好，谋取暴利。恳请陛下降旨彻查沈家。王御史空口白牙便想定一个忠良商贾罪，未免太过草率了吧？王御史弹劾沈家偷漏税款，可我手中这本是户部存档的沈家历年届缴税总账，上面清清楚楚，沈家每年的税银不仅从未短缺，反而比核定数额多缴了30%。户部尚书可愿为本王作证？回禀陛下，英王殿下所言属实，沈家确实是纳税的楷模。王御史又说，沈家以次充好，克扣军需。那么本王倒要请问兵部，去年北境大选是何人筹措了30万袋粮食，以市价5成送往边关？是沈家，沈家还捐了5万件棉衣，实乃我大周的爱国义商。前年南江水坏，又是何人捐资100万两开仓放粮？王御史，你说沈家是国之蛀虫，可这桩桩件件利国利民的善举，你又作何解释？好一个国之蛀虫！王守臣，你在此诬告忠良，居心何在？说是何人指使你？陛下饶命！臣是一时糊涂，是宁安侯世子，是齐胜，是他给了臣5000两银票和伪造的罪证，都是他指使的。不可能，王守仁怎么会？英王怎么会？侯爷！快来人啊！圣上口谕：英安侯教子无方，纵子行凶，构陷忠良，品行不端，立刻革去其京郊大营监察虚职，闭门思过，钦此。南知宫里不比家中，规矩大，人心也杂。那些个夫人小姐们，面上瞧着和善，心里指不定怎么盘算呢。你万事小心，跟紧你姑母，少说多看，万万不可失了仪态。娘，您放心，女儿晓得，我不是去与他们争奇斗艳的，我只是去告诉他们，我沈南之担得起英王妃这3个字。你娘说的对，凡事多加小心。不过你也无需畏惧，咱们沈家不惹事儿，但更不怕事。有爹和你姑母在，没人能欺负了你去。你只管抬头挺胸，做你自己便是。小姐等一下。何事如此惊慌？回禀老爷夫人，方才宫里传了最终的复言名单过来，奴婢在上面瞧见了2个名字。什么？他们还有脸进宫？贵妃娘娘怎会请他们？恐怕不是贵妃娘娘的意思。宫中宴请自有规制，宁安侯府的爵位还在，他们便在受邀之列，除非圣上明旨申斥，否则礼数上谁也挑不出错。南知，那他们此去定然不怀好意，他们还有脸来？哼，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他们算账。那便是沈家女，瞧着倒也不似商贾人家那般俗气。哼，不过是金玉其外罢了，麻雀披上凤羽，也终究是麻雀。南知见过太后，见过贵妃娘娘。娘亲，好孩子，到皇祖母这里来。皇祖母，我要和娘亲在一起。你就是沈家的丫头，果然是个有福气的。
臣女沈南枝参见太后娘娘，是郡主天真可爱，与臣女有缘。好一个有缘！来，孩子，这是哀家给你的见面礼。听闻未来的殷王妃出身皇商世家，想必定然深谙经商济世之道。今日群贤毕至，不知沈小姐可否以商为题，即兴赋诗一首，也好让我等开开眼界。公主殿下谬赞，臣女才疏学浅，只是生于商家，对商这一字倒确有几分浅见。南汤百波丝绸路，北达幽烟茶马图，利泽万人平祸急，财丰国库仗商都。莫言阿底能巫事，应时流通可济如。四海归心天子得，金银一世为疆图。好，说得好，金银亦是为疆图，说到先帝心坎里去了。皇上口谕，明夷县主沈氏诗才敏捷，心怀天下，甚合朕心。特赐沧海月明、东海明珠一对，以示嘉奖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未来的殷王妃，我敬你一杯。宁安侯夫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放肆！好得很，在哀家的赏花宴上公然谋害哀家钦点的未来王妃，宁安侯府真是好大的威风。这是没把哀家，还是没把整个皇室放在眼里？臣妇不是故意的，臣妇狡猾了，饶命啊！哼，狡猾？你当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瞎子吗？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哀家拖出去，传哀家懿旨：宁安侯夫人德行败坏，着即刻撵出宫门，回府禁足3月，闭门思过，罚抄女戒100遍。母后她只是一时糊涂。求太后娘娘开恩，求殷王殿下恕罪啊！没吓到吧？堵上他的嘴，一并拖出去。好孩子，今日让你受委屈了。这串佛珠最有灵令，你带着能安神定惊，也能让那些安杂东西不敢近你的身。臣女谢太后恩典。今日之事只是个开始。有些人做错了事，总该付出代价。沈家的账该收了。本王已和户部打过招呼，明日就让衙门去给他们查封家产。奉户部与京兆府联合文书，宁安侯府拖欠皇商沈家巨额债务款，恶意诬告，罪加一等。现奉旨查封宁安侯府所有家产，用以抵债。查封！完了，你们是什么东西？滚出去！侯夫人，我等奉公行事，您若再阻挠，休怪我等按律法将您一并锁了。殷王是殷王的首品。翻！住手！你们给我住手！谁给你们的狗胆？这是宁安侯府，把东西都给我放下！世子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更何况你们还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今天就是宁安侯爷醒着，也拦不住我们！我杀了你！齐世子，老实点，还能少受点皮肉之苦。再敢阻挠公务，便以藐视王法论处，捆了你，一并抓走。继续办，所有贴了封签的，一件不留。是。宁安侯府这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？
听说是欠了沈家的银子，还想赖账，活该！我的祥子，你们不准动我的嫁妆！这是我的陪嫁，是我从娘家带来的，你们不能动！侯夫人，进了侯府的门就是侯府的产，3万两白银，利滚利。您这点东西还不够塞牙缝的，拉开他！放开我！你们这群强盗！土匪！你看什么？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？你怀里抱的是什么？好啊，你这个人，大难临头，你不想着帮我，竟然只顾着偷东西逃跑！你的东西，齐胜，宁安侯府都要没了，这些是你赏我的，那就是我的。我不拿着，难道留下陪你们喝西北风吗？反了你了！哎，我的东西都是我的！你这个狐狸精，连我的东西都敢偷！这是我的！这是我的！松手！你滚开！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要不是你当初撺掇着搞事，我们何至于得罪沈家落到这个地步？既然你们都靠不住，那我就自己争。沈南之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高高在上，你毁了我所有的指望？我便要你身败名裂，给我垫脚！沈南之今日要去哪儿？回姑娘，小姐要去锦绣阁为嫁衣挑选云锦。我的肚子好痛，我的孩子。沈南之，是你马车惊了我，我的孩子要保不住了！天哪，是个孕妇！听她喊，好像是未来英王妃沈家的马车。仗势欺人呐！就算要嫁给王爷了，也不能不把人命当回事儿吧？快看，她好像不行了！沈南之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收场？你这王妃之位，就用我和我孩子的命来给你垫金吧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府的太医就在附近，正好可以过来为他诊治。是英王殿下。王太医，去看看这位姑娘究竟伤得如何，腹中胎儿是否安好。是，殿下。回禀王爷，这位姑娘脉象平稳，中气尚足，手脚处有些许擦伤，皆是皮外之伤，并无大碍。至于腹中胎儿，胎心有力，胎相稳固，并无任何流产之兆。我的天，居然是装的！这女人心肠也太歹毒了吧！竟然拿这种狠毒方式来陷害别人！亏我刚才还可怜她，呸！蛇蝎心肠！诬告未来王妃意图败坏皇室声誉，其心可诛。来人，在！把这个女人即刻押送京兆府，交由府尹依法处置。表嫂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看在孩子的份上，看在齐家这点骨血的份上，求你跟王爷求求情，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表嫂。带走。不要，表嫂救我！齐胜。
让你受惊了。跳梁小丑，不值一提。你那个毒妇，是你让他去的？父亲，儿子冤枉，是他自己要去的，儿子拦不住他呀！混账！一个连自己的女人都管不住的废物，我宁安侯府的脸都被你们这对狗男女给丢尽了。卖宅子吧。不，侯爷，您说什么胡话？这是祖宅呀！卖了祖宅，我们去哪儿？我们宁安侯府的脸面要不要了？脸面？我们宁安侯府还有脸面吗？不卖宅子，拿什么去还沈家的债？难道真要等着被衙罚，我们像撵狗一样从这里撵出去吗？听说了吗？宁安侯府挂牌出售了。听说了，活该。对，活该。听说他们做的事儿就知道大快人心啊。不知是哪位贵人肯在这时拉我侯府一把？那位买家身份尊贵，不愿透露，但诚意十足，银货两价。侯爷，还管他是谁？只要价钱合适，能解我们燃眉之急，就赶紧卖了吧。去问清楚买家究竟是谁，总得知晓恩人名姓，之后也好报答。侯爷，问清楚了，那位买主是沈家。天哪！沈家买下侯府，竟是要改成善堂。沈小姐真是菩萨心肠啊，何等气度！啧啧，这可比自己住进来打脸要狠多了。这是诛心呐！提轿，皇室聘礼驾临沈府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给未来英王妃的聘礼，这阵仗说是公主出嫁我都信啊！太后和陛下对沈小姐也太看重了，这何止10里红妆，简直是100里荣光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沈南之，你把我的一切都毁了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。尝尝，南方的贡菊很甜。什么人胆敢冲撞王爷车驾？怎么回事？殿下，是宁安侯府的齐世子拦住了去路。沈南之，你给我出来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！放肆！退下！那不是齐世子吗？怎么成了这副模样？活该！谁让他自己背信弃义？南之，我错了。南之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原谅我，我把宋仙儿那个贱人赶走，我休了他，我只要你啊！好你个沈南之，你当真如此绝情？你不过是个商户女，是我不要的破鞋！齐胜，闹够了吗？你我之间早已恩断义绝，宁安侯府落到今天，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咎由自取！沈南之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还想全身而退？没那么容易！拿下，堵上他的嘴！既然我得不到，
那就一起毁掉！当街行刺未来王妃，此乃谋逆重罪，罪加一等。殿下，殿下饶命！我是一时糊涂。不必送京兆府了，即刻押入大理寺天牢，严加看管。本王要亲自审问，看看他背后还有谁在指使。大理寺那什么都是通天大案啊，这是要将宁安侯死连根拔起啊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宁安侯齐渊教子无方，致其子齐胜品行不端，德行败坏，当街行刺，欺君罔上，罪大恶极，实不堪为世家表率。朕念其祖上有功，不忍加罪，然国法威严，家风不可不正，兹决定革去齐胜宁安侯府世子之位，贬为庶人，即刻执行。令宁安侯府爵位，宁安侯齐渊使中士不得世袭。宁安侯接旨吧。侯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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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没反应了！啊！芝儿，嫁入王府不比在家，凡事要三思，但也不能委屈了自己。你身后永远有沈家。女儿明白。侄儿，打开看看。你母亲说的对，沈家永远是你的后盾，但为父今天要告诉你另一件事：后盾是让你有恃无恐的底牌，却不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。这些是为父给你的嫁妆，也是给你的底气。你记住，你沈南之嫁入英王府，不是攀附皇权的藤蔓，你无需依附任何人而生，你本身就是一棵根基深厚、枝繁叶茂的大树。英王殿下待你真心，那是你的福气，但人心易变，世事无常，唯有握在你手里的东西才是最可靠的。有了它们，无论将来发生什么，你都能站得直，挺得稳，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。女儿谨遵父亲教诲。小姐，宫里贵妃娘娘派人来了。县主，娘娘让您亲接。宫中太医已确认，你体内的寒气尽除，可孕育子嗣，安心。娘亲，珍珠怎么醒了？我梦到娘亲不见了，就出来找娘亲。傻孩子，娘亲不会不见的。是啊，以后我就是珍珠的娘亲了。小姐，英王殿下来了。这么晚了，还没睡？心里高兴，便没什么睡去。殿下深夜至此，可是有什么要紧事？来，陪我走走。今日
从北疆送来一道加急的遗报，是关于齐胜的。他被发配离开京城不过10日，便在路上纠集同伙，试图杀害押送官兵后逃跑。只可惜他高估了自己，逃跑失败，在抓捕的过程中，他的双腿被当场打断了。打断了？北疆骨寒，他下半辈子都只能在床上度过，彻底沦为一个废人了。多谢殿下专程来告诉我这个消息。南枝，我知你过去受了许多委屈，但从明日起，有我在，这世上便再无人能让你受半分委屈。我会让你，还有珍珠，成为这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王妃娘娘真是天仙下凡，和英王殿下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！这就是沈家小姐，真是好大的福气啊！什么福气？这是人家应得的。你忘了沈氏善堂救了多少人？这是善有善报。